最近不少媒体发文说，苏州的外资企业在大规模撤离。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，苏州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人心。毕竟在上海、深圳这些城市外资早就开始悄悄溜走的情况下，苏州可是中国最后的外资堡垒了。于是苏州坐不住了，当地政府赶紧发出辟谣声明，还拿出了一堆数据。苏州现有外资企业24639户，比上月多了35户，比去年底多了1000户呢。你看，不但没撤离，外资还在源源不断的进来呢。这辟谣水平真是高。让我们来好好品品这个数据。首先，外资企业数量增加35户，听起来不错。但是大家想想，一个月增加35家小企业，对于一个有2.4万家外资企业的城市来说，这增长率连 0.15% 都不到，还值得拿出来炫耀吗？再说了，你告诉我企业数量增加，但增加的都是什么企业呢？是投资几千万美元的大项目，还是注册资本50万的小公司？这可是两码事。就好比你告诉我一个人每天吃3顿饭，但不告诉我他是在米其林3星餐厅吃大餐，还是在啃方便面，这能一样吗？我们来看看更实在的数据。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11月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暴跌 28%， 只有7497亿元，这可是近30年来最大跌幅。要知道，2022年全年这个数字还有12000多亿元呢。按这个趋势，2024年全年的外资流入可能首次跌破1万亿大关。更恐怖的是资本市场。11月份，外资从中国证券市场净流出457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是10月份258亿美元流出规模的将近2倍。仅仅这2个月，就有715亿美元的外资从中国股市溜走了。这些钱要是摆在地上，能绕地球好几圈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资金外逃恰恰发生在中国政府9月底推出所谓救市组合拳之后。一位香港基金经理透露，外资是来打了个时间差，看到中国政府要救市，他们就进来捞一把，等股市涨了个 15% 至 20%， 立马就撤了。这哪是救市啊，简直就是给外资当提款机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外资撤离已经从数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痛。我给大家举个最新的例子，星巴克在11月底传出了一个大消息，要卖掉中国市场的部分股权。这可是一个在中国开了6000多家店，每年创造超过150亿人民币营收的咖啡巨头啊！他为啥要卖？还不是因为赚不到钱了呗？要知道，星巴克可不是第一个跑路的洋品牌，之前家乐福都撤了，沃尔玛也关了不少店，连几十年扎根中国的苹果，现在也把不少产能转移到了印度和越南。这些可都是曾经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的巨头企业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些外企要撤离中国？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经济不行了。看看数据就知道，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，11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暴跌超过 10%。连1线城市都这样了，3、4线城市就更不用说了。消费市场都萎缩成这样了，外企不跑才怪。第二个原因嘛，就是大家都在担心特朗普回来后会发生什么。一位台北的资深创投专家透露，特朗普上台，对中国的制裁力度肯定会加大。现在这些外企提前撤离，其实就是未雨绸缪。确实，现在全球供应链已经形成了中国+1的新格局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跨国企业都在想办法分散风险，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。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都成了外企新宠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外资逃离中国的同时，中国自己的企业也在疯狂往外跑。据统计，
今年前3季度，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500亿美元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连中国企业自己都对国内市场失去信心了。更糟糕的是，那些还留在中国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。一位台商透露，现在很多企业不是在想着怎么扩大投资，而是在想着怎么活下去。原材料涨价，工人离职，消费降级，一波接一波的打击。有的企业靠着政府的低息贷款勉强维持，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这位台商还说了一个更吓人的事实：以前工厂招工难，现在是留人难。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了，很多工人干几个月就回老家了。有的企业不得不加薪20%才能留住人，但产品又涨不了价，那不就等于白干吗？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税收指标，甚至开始对企业乱罚款、乱检查。虽然中央3令5申要制止这种行为，但有些地方就是阳奉阴违，这让本来就艰难的外企雪上加霜。说到这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中国现在特别欢迎2类外资，一个是带着尖端技术来的，一个是搞消费升级的。但问题是，带着尖端技术来的怕技术被偷，搞消费升级的怕没人消费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而且更讽刺的是，就在中国政府喊着对外开放、欢迎外资的时候，人民币汇率却在悄悄走弱，这可把那些还想投资中国的外资吓坏了。我们来看个简单的算术题：如果你是外国投资者，2022年用1美元换7.2元人民币投资中国，结果2年后，这1美元变成了8元人民币，你的投资即便没亏本，换回美元时也要蒸发10%，这谁扛得住啊？现在市场上都在传，中国央行已经在考虑让人民币贬到7.5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准备让人民币贬值来对冲特朗普的关税打击。大家想想，上一次贸易战，美国关税才20%，人民币就贬了12%。这回特朗普放话要加征60%的关税，那人民币岂不是得贬到不好意思？这个数字有点吓人，我还是不说了。不过说到这里，我得提醒大家一个更可怕的事实：中国这次的经济下行可不是普通的经济周期问题，而是结构性的。什么叫结构性问题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经济周期就像感冒，吃几天药就好了；结构性问题就像慢性病，需要长期调养，甚至可能会变成不治之症。你看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%以上跌到了1.8%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创下了22年新低。这说明啥？说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预期非常悲观。要知道，国债收益率可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体温计啊。一位香港的基金经理透露，他的客户大多是中国的企业主和高管，这些人可是最了解中国经济实况的内部人士。结果呢，这些高净值人群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比外资还要悲观。有些科技公司的股价跌了8-9成，他们的身家也跟着蒸发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3重打击：出口遇阻、内需疲软、投资萎缩。出口方面，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，贸易战 2.0 版本箭在弦上。虽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、光伏等领域还有优势，但这些产业也面临着被制裁的风险。内需方面，中央连续放水，但老百姓就是不愿意花钱。为啥？因为大家对未来没信心啊。房子贬值了，股市套牢了，工作不稳定，谁还敢大手大脚花钱？投资方面就更惨了，外资在撤，内资也不敢投。现在的企业不是在想着扩大生产，而是在想着怎么活下去。一位台商说得好，现在就像吃中药，不会马上见效，
可能要熬到明年下半年才能看到转机。总结一下，我觉得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，用一个成语形容最恰当，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外资撤离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后面。所以啊，各位韭菜朋友们，这个节骨眼上可千万别听信什么利好消息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。